欢迎回到轻声慢读。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真实又残酷的故事。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是一场从无知到觉醒的旅程。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教育不只是知识，而是自由的开始。先来听听这段话。我是在垃圾场里长大的，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你会不会倒抽一口气，说啊，这到底是什么鬼？这段话来自于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讲讲这本书。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塔拉是把自己的生活打开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了鲜血淋漓的人生。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一个女孩子17岁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学，后来却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博士。从一个被虐待的愚昧女孩到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影响力人物，这就是美国女作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传奇经历。比尔·盖茨曾经热情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他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真正鼓舞人心。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真正的山属于自己，愿我们最终像鸟一样飞往自己的山。这个书很厚啊，我拿到它之后一口气就读完了，边看边在心里面 OS 说，哇，不会吧，怎么能这样？天哪，这是真的吗？你会一直有那种炸裂的感觉。对，就这样的人生太不可思议了，可它是真的，就像是一部有笑有泪的纪录片。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作者塔拉最不想展露的一面恰恰是成功。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不会给大家讲什么成功励志的故事，也不是要讲一个悲催的女孩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逆袭走上人生巅峰。塔拉在说自己不想成为励志美国梦的化身，因为那毫无意义。的确是这样，他强调的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得到和失去之间两难的境地。就是这句话，得与失之间两难的境地，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最为真实的选择，也是这本书里扣人心弦的部分，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那先来说说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它出自圣经的诗篇 Flee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 这句话本身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逃离，一种是找到新的信仰。那在这个故事里，我要讲到和所有人都有关系的两个关键词。第一叫原生家庭，第二教育。教育究竟是什么？先来说说塔拉的原生家庭，它是什么样的呢？难以相信，就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美国社会，塔拉的一家生活得那么封闭。他们居住在爱达荷州巴克峰山脚下。塔拉有5个哥哥，1个姐姐。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和哥哥姐姐们像野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废料场里面，这是他的父亲的产业。那巴克峰山非常的美，他的父亲称这座山为印第安公主。每年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山便显现，面朝南方，望着野牛返回山谷。父亲说，游牧的印第安人留意着山峰的出现，将那视为春天的标志。山川融雪的信号，就是冬天结束了，该回家了。在大山里，冬天落下的雪总是在春天融化，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自然的景象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但塔拉的家庭却紧张而且恐怖，这源于他的父亲。塔拉的父亲是一个摩门教徒，他的性格偏执和暴躁。父亲认为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魔鬼，坚信2000年就是世界末日，一切都会毁灭。那圣经上说牛奶是罪恶的，父亲就扔掉了家里所有的牛奶、酸奶和蜂蜜。那孩子们吃什么呢？用白水泡燕麦片。父亲认为医生都是魔鬼，所以他的妈妈只能在家里生孩子。
孩子们也没有出生证明，生病了是不可以去医院看病的。父亲认为说学校是政府的傀儡，那么家庭教育才是上帝的宗旨，所以他们家的7个孩子都不被允许去上学，女孩子们也不被允许穿裙子，不能露出大腿。那塔拉的母亲呢？她是一位草药师兼助产士，她读过几年书，但是母亲的性格非常的软弱，结婚以后就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她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你要忍耐，你要听话，听从父亲的指示，因为父亲不管对与错，他都是绝对的权威。塔拉的父亲经营着一个垃圾废料厂，所以塔拉的童年一直和破铜烂铁和那些吃人的机器为伴。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垃圾场整理废品，帮父亲干活。他是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中成长的，因为工作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淤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这种事儿，在他们家可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父亲会冷冷地看一眼，说：“哦，就结束了。”那有一次呢，塔拉会从吊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腿，血流如注，他自己都吓坏了。结果父亲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说：“你回家去，母亲会帮你止血。”塔拉就忍着剧痛，自己回到家里，期盼着母亲能把他带去医院治疗。那母亲怎么做的呢？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塔拉的妈妈看到这么严重的伤口，就漫不经心地用手在伤口周围轻轻地敲打了几下。在干什么呢？妈妈说这叫肌肉疗法，用手指敲打伤口，心中默念灵魂净化这4个字，疼痛便会消失。你会说天哪，这不是迷信吗？对，塔拉的妈妈一直遵从，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所以他们是不去医院的。那塔拉一直都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的，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肖恩，这是塔拉的哥哥之一，这个哥哥天性狂暴，极具破坏性，他不止一次的试图用暴力让塔拉屈服。塔拉说：“我每天早上都不自觉地去清洗马桶。”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愿意干这件事儿？因为她知道，说不定午饭前她的头就可能被肖恩摁在马桶里。这显然是虐待嘛。可是每一次这样的暴力发生之后，肖恩都会说：“哎呀，我是在开玩笑呀，我是为你好啊。”用这种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非常的行为，然后向塔拉道歉。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多家暴中这种状况就是一再发生，可是这种暴力的循环永远不会停止啊。塔拉的妈妈和爸爸明知道肖恩所做的这一切，但他们都认为男尊女卑，所以塔拉承受这些是应该的，大家视若无睹。哎呀，这已经很悲惨了。所以幼年的时候，塔拉就常常忍不住的怀疑说：难道我的家人是残忍和暴力的吗？难道这个世界是悲惨的、冷漠的吗？不对，我的父母兄弟是我不能离开的人啊。这个世界不是照样太阳升起吗？所以一定不是这样的，是我错了，我的感觉错了，一定是我自己不够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被控制的人格。所以塔拉的头脑从小就成为父亲权威的跑马场。塔拉的尊严是可以被家里头的男性狠狠地踩在脚下的。你会觉得这个原生家庭太可怕了，对吧？塔拉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生活和长大的，巨大的阴影覆盖了他的童年。那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生活，在塔拉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会影响他的一生。那如果塔拉认命屈服，在原生家庭的大泥潭里面躺平不出来，就不会有这本书里接下来的故事。他可能会像父亲计划的那样，早早的结婚生子，继承母亲的工作，做一个愚昧的助产士，像母亲那样挨揍辛苦的劳动。
那是什么让塔拉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呢？成为一个剑桥的博士，就是2个字：教育。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一行字写下来就非常优美，像是一句诗。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诗人叫艾米丽·狄金森，她曾经写下这样一个句子，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阳光照耀在身上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认为生活在黑暗中是合理的。那么塔拉生命中的第一束光线来自于哪里呢？他渐渐的长大，照进他生命中的第一束光来自于他的另外一个哥哥，叫泰勒。泰勒和家里面的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喜欢听音乐，喜欢安静，喜欢莫扎特和肖邦。他是所有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背叛家庭的。他做了什么呢？泰勒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某一天，他突然丢下一句话，说我要去上学，就独自走了。那他的出走引起了父亲的暴怒。这一年，塔拉10岁，哥哥的这个行为给了塔拉一种信号，原来人是可以摆脱大山的，是可以摆脱这个家庭的。他在书里写说，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泰勒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因为他也经历了这一切，而且他才明白哥哥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的不了解。后来孩子们都会长大，大家会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获得自己新的生活。比如说塔拉另外的哥哥托尼、肖恩离开了大山，但这些人的离开是去干父亲教他们干的行当，比如说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他们都和泰勒不一样，泰勒进入的是他们的父母都没有看过的世界，都不能相信和理解的世界。所以当时塔拉会认为说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没有人知道泰勒会遭遇什么样的未来。但是他离去的时候，坚决的背影给塔拉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他一直在想，学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什么是学校呢？时间让这颗种子不断的成长，朝着光明的地方成长。在泰勒离开之后，塔拉就不得不顶替他，成为了爸爸的帮手，废料厂的勤杂工。他在废料厂度过很沉闷的童年，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滋长他对于外界的好奇，对于上学的好奇。可是爸爸非常警惕了，因为有了泰勒，他不会再允许家庭里面再出现一个叛徒。所以爸爸如果看见塔拉在看书，就是试图把他拽走。这个家里是不允许看书的。我们要珍惜自己能够看书的权利啊。塔拉说不管有没有必要，他就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干。比如说有一天下午，爸爸又逮住塔拉正在看数学书，就叫着塔拉说，出来跟我一起抬水。他们抬着水穿过田野去浇果树，在整整1个小时里抬了1桶又1桶。你觉得这原本没什么反常的，对吧？可是当天正在下大暴雨。天哪，太难了，对吧？怎么会遇到这样一个父亲呢？5年后，哥哥泰勒从杨百翰大学毕业回来，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对塔拉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女孩子，像塔拉这样的女孩子也可以报考这所大学，大学接受家庭教育毕业的学生。然后哥哥就跟他有一段对话。泰勒问他，你想过离开吗？我能去哪儿？去我去的地方，泰勒说，去上大学。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看起来就会大不一样。对呀，当鸟要飞往我的山的时候，它要经历重重的挣脱那些禁锢和束缚。塔拉就是被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一个没有爸爸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他决定背水一战。从那以后，塔拉每天早晨6点起来学习，因为这个时间他还没有一天
在废料厂工作的时候把自己累垮，所以注意力更加容易集中。那么大学的入学考试是4个部分组成的：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塔拉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他完全不会数学，英语非常烂，科学知识也没有。他认为好像自己只会一点点阅读，所以他就从阅读开始迈出通往大学考试的那一步，所以这非常的辛苦，而且他还要面对父亲的咒骂、阻挠和坏哥哥的殴打。但是内心的勇气让塔拉不可动摇地坚持着，他就一个愿望：我要离开这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卡拉考了第1次试没有通过，然后他又考了第2次，他收获了一个奇迹，就是杨百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如果没有这份入学通知书，塔拉就会一无所有。这难道是好运气吗？不是，这份好运气是塔拉自己争取来的。他在这本书里写说，我曾经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这句话非常燃，对吧？这是塔拉的第1次觉醒。心理学家荣格说，没有任何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每一个原生家庭都会给孩子2个礼物，第一个叫常识，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认识。那第2个呢，就是亲情啊，那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跟别人联系起来最基本的纽带。可是如果一个原生家庭是不正常的，这2件礼物可能会变成阴影和诅咒。塔拉的家庭显然是非常糟糕的，但说句实话，没有人的原生家庭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管怎么样长大，你都会觉得，哇，我的童年里面是有遗憾的，是有不完美的，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了26岁以后，恋爱、工作、交朋友，甚至跟快递小哥吵个架，都会抱怨说，哇，我现在不开心不好，是原生家庭阴影。那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的。那些一味怪罪原生家庭，把自己的失败、不幸、沮丧归结于童年阴影的人，大部分是懦弱，因为责怪别人很容易嘛，不负责任很容易嘛。所以看一看塔拉的故事，他的原生家庭，那是我们都难以想象的，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救自己。无论出生如何，每个人永远都有重塑自己的权利，这是这本书带给人非常大的动力啊。那现在我们的主人公塔拉终于获得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他可以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全新的生活。鼓掌，对吧？一切都会变好吗？并不是。大学最初带给塔拉的是颠覆和无尽的痛苦。一说到学校，我们会想起什么？老师、同学、成绩单啊，等等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烦啊，无休止的在学习。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权利。塔拉是在17岁的时候才第1次走进真正的学校，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上过学，所以他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就像是一个怪胎。那他的起点到底有多低呢？在踏入杨百翰大学的那一刻，他就立即明白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距离有多远。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塔拉不会坐公交车，他走错教室。上课的时候，他有浓重的口语，他的词汇非常匮乏，这让他不敢开口，像个哑巴。入学时候做了一次阅读测试，证明塔拉上大学前的知识储备根本是不达标的，他完全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他甚至分辨不出哪本书是教材。那学期刚刚过了一半，4门课程他没有1门及格的，这就是一个学渣嘛。而且这个学渣极度贫穷，
所以他在进入教室之前，不得不先去快餐店洗盘子，或者到便利店去干保洁，否则他的家人也不会支持他的。那学费就像催命符一样，催到他恨不得直接退学，那么家里人会很高兴。除此之外，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儿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打击。他站在学校里面，穿着男士的衣服和裤子，然后看着那些女同学裙子、丝袜，然后露着脖子，他觉得这些人很不道德，因为很暴露。然后他吃一个止痛药片，都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因为药是毒品。所以你看他跟别人的差距有多大，完全像是一个原始人。而且他不知道跟室友们住在一起，共同在宿舍里面要一起来承担卫生、打扫，上完厕所以后要洗手，这些他都不明白。所以所有的室友都不跟他讲话。那他的现代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会把腐烂的桃子放在冰箱里，他会把脏盘子堆在水槽里，那又怎么样？一进门一股异味儿，大家都讨厌他。那他又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只要臭味可以忍受，那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哦。而且每一周他只洗1-2次澡，从来不用香皂。早晨他从卫生间走出来，然后从来不冲洗马桶，所以他的室友就一直挑起眉毛看他，一直觉得他很恶心。塔拉看着他们的表现，会觉得这些人在歧视自己。他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我又不会尿在手上。”你看，塔拉是一个跟现代生活完全脱节的人。进入大学，他才真正失去了平衡。他的过去和大学里面的这些人是完全不接轨的。可是他要穿过过去，踏向未来，是非善恶美丑这些基本的价值判断，在他这儿全部都乱了套了。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塔拉才慢慢的发现，哦，原来自己的原生家庭是那么的荒谬和怎么说呢，野蛮。原来被他视为不能缺少的人，父母对他的教诲有那么多都是错误的。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那么接下来会怎样？自卑。但是自卑让塔拉加倍的努力，他对自己开启了一个魔鬼式的训练。从他决定要改变的那个时候起，他每晚学习到凌晨2-3点钟，只睡一小会儿，4点钟他要准时爬起来出门打工，否则他就没有东西吃，也没有钱交学费。然后他逼迫自己去向教授、向同学请教，哪怕是个很蠢的问题，遭遇到所有人的翻白眼、讽刺，他也一问到底，因为他不会。他刻意练习思考，因为之前他没有学过独立思考。为了想明白一个问题，他可以不吃不睡，脑子拼命的运转。就这样，塔拉慢慢的变了，新世界的气息在他身上生根发芽。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从大山里走来的小女孩了。和学习成绩相比，塔拉身上最可贵的收获，还不是考试，而是在和命运的这么艰难和不容易的碰撞之后，塔拉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意志，她有了自己的判断力。这一年放假回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但这件事儿也促使了塔拉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你们还记得肖恩吗？对，就是那个把塔拉的头按在马桶里的哥哥，那个破坏王。肖恩和塔拉的爸爸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塔拉这个女孩变了，是上学让她变得自命不凡。他们认为这个女孩现在变得很糟糕，被魔鬼附体，所以她需要被拉回从前，被好好的调教一番，变回过去的样子，这样才对。所以肖恩决定狠狠地羞辱塔拉，他要折磨这个人。肖恩怎么做呢？塔拉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初恋的男友，这个初恋男友就是塔拉把自己的
触角伸到外界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份恋情。然后肖恩就当着塔拉初恋男友的面，抓着塔拉，把他的头塞到了马桶里，就像他小时候常常干的那样。他彻底毁掉了塔拉的形象，他撕毁了塔拉在男朋友面前平静的伪装，塔拉原生家庭的真面目暴露了出来。她竟然是这么一个悲惨的、备受羞辱的女孩。这个事情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塔拉的心理始终调试不过来，她变得神经质，她变得歇斯底里，这也导致了塔拉和初恋男友的分手。但她终于明白，原生家庭的控制和暴力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她必须要做出改变。当肖恩再一次对她施暴后，塔拉不再相信他说的这是开玩笑，也不再相信所有人说的他是为你好。他没有再次屈服于羞辱，没有再次被控制。塔拉不再自欺欺人，所以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在一个深夜偷偷的回家，试图偷走父母的报税单。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因为如果他要申请学校里的奖学金，他必须拿到父母的报税单。但只要他申请到了奖学金，他就可以再也不用回这个家。这是塔拉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他要彻底放弃这个家。尽管这意味着被迫承认自己有多么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从此以后你要相信你自己。从这一天起，塔拉不再是被原生家庭软禁的孩子，她要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独立女性。这个词我们听起来很熟，对吧？但其实要做到，是要一次一次的千刀万剐，承受各种各样的变化。塔拉在书里说，我这一生，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讲到这儿，要插叙一个小故事。塔拉一家曾经救助过一只野生的猫头鹰。这个受伤的猫头鹰发现自己被抓住了，然后被囚禁起来，他会怎么做呢？他就拼命的拍自己，想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被囚禁，所以塔拉只好把它放生。然后塔拉的父亲就说猫头鹰和大山在一起比和我们在一起更好，它不属于这里，也不能让它属于这里。这似乎就是塔拉的处境。他生于这里，但是他不属于这里，所以他被自己从前的生活和新的生活割裂成两个人。一部分是他没有办法剥离的原生家庭，他就来自于那座大山嘛。那另一部分呢，是那个知名的学府里，全世界都瞩目的学府里的优秀女子。她要挣脱一切，飞往自己的山，她要一步一步重塑自己的人生。这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塔拉被视为整个家庭的背叛者，她的父母要跟她决裂，这就是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学习的机会太宝贵了，所以塔拉是那么的热爱学习。她成为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塔拉拿到了比尔盖茨设立的全额奖学金，然后她又到哈佛大学去访学，在这个期间获得了去剑桥大学交换的机会，又继续在剑桥攻读了硕士学位，最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哇，这一串名字放在这儿，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不灵不灵的哈，非常华丽。那塔拉的成功经历也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报社、电台纷纷来采访，她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很多人追捧她，然后知道这个叫塔拉的女孩子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她有了自己的朋友、闺蜜和新的恋情。
可是面对这些人，其实塔拉是自卑的，他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过去，所以他会刻意隐瞒过去，他把童年尘封在心底，会伪装，吹牛说自己是被幸福家庭宠爱着的女孩，但是他内心的伤痛是一直没有办法抹平。那面对过去留下来的伤口，有人会选择忘却，有人一直沉溺，有人始终逃避。可是这些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在剑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这让塔拉决定不再逃避，不再隐瞒。他付出了最大的诚意来重新认知自己，这也让他有勇气来重新定义自己。这件事非常重要。塔拉的导师鼓励他说：“你申请剑桥的研究生。”这个导师非常看好他，可是塔拉不敢。为什么？就有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呢，你会觉得我接不住。怎么接不住呢？你不敢，就是自己内心那个自卑的小孩开始冲出来，说我怎么配拥有这样好的机会和生活呢？我怎么配有这么好的爱呢？塔拉就在这个时候陷入到了对童年噩梦的记忆中，他走不出来，他自卑，他恐惧，他觉得自己接不住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他在书里讲说，我不能告诉克里博士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就是那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女孩，我不能告诉他，我也不能回到剑桥，因为在这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暴力和堕落的时刻就会凸显出来。之前在杨百翰大学，塔拉几乎可以忘记了，忘记过去。他觉得他通过努力，然后成为了一个看上去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女孩子，她正常了。可是当扒开内心再往里面走的时候，依然反差太大。他认为自己不属于剑桥，所以他对教授说：“我很穷，从小就很穷。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维斯特佛，就是那个大山里废料厂里面的女孩。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和他们始终是不同的，衣服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你看，这个就是阴影嘛，自卑爆棚。然后那个老师安静地听完，最后只对塔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像闪电击中他的内心，让塔拉站在那儿惊讶的一动都不动。老师说了什么呢？老师说，决定你的不是衣服，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于你的内心。塔拉跑去卫生间，凝视镜子里面的自己，这张脸变了，比以前老了，浮现在一件柔软的羊绒衫的上方。你看，她可以穿羊绒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废料厂里的女孩。但是克里博士说的没错，让这张脸，让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不是衣服，而是她眼睛后面的东西，是她咬在牙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或者信念，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塔拉真正的勇气就来自于这件事，她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长久以来，她对自己的原生家庭有着羞耻心的，她不敢跟别人讲。一夜之间，这种羞耻心蒸发了，她可以坦率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公开跟身边的人讨论自己的家乡。她可以跟朋友们承认，说自己在17岁之前从未上过学。她开始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面的废料厂、谷仓和那些牲口们。他开始告诉大家他的童年到底是怎么长大的，他是怎么样被自己的哥哥和父亲虐待的。我们也会有这种体验啊，当你终于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当你终于可以哭出来，当你终于可以坦率地面对那些糟糕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治愈的开始。
塔拉在完成这个修复过程之后，写了一句话，说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它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那把这句话抄下来送给自己哈，只有未来才有分量。那在塔拉申请剑桥大学博士的期间，他的父母曾经来过学校，来干什么呢？来骂他。你说为什么要骂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女儿呢？我们家要是有一个孩子在剑桥读博士，那真是全家都要放鞭炮的，对吧？可是他的父母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塔拉无耻，认为他背叛自己的出身，背叛自己的家庭。如果塔拉不回家，就坚决要跟他决裂，不会再见面。塔拉的姐姐同样跟他都是受害人嘛，可是面对来自家庭的威胁，姐姐也站出来说我会跟塔拉断绝关系。那个暴力的哥哥肖恩更加过分，他怎么样威胁塔拉呢？他带了一把刀，这个刀上沾满了鲜血，然后来找塔拉。深夜塔拉吓得落荒而逃，然后肖恩就打电话，一直打给他，在电话里说要杀死他。肖恩的原话说，我拿不准主意，是亲手杀掉你呢，还是雇个杀手？塔拉没办法回答，然后肖恩继续说，如果算上坐飞机的费用，雇个杀手可能更便宜。塔拉假装没有听懂，但是肖恩更加疯狂，他辱骂、咆哮、咄咄逼人。塔拉试着让肖恩平静下来，但是没有成功。他挂断电话，但是肖恩一次又一次的打过来，每次都重复同样的话，让塔拉小心点儿，然后骂他是个妓女，是个婊子，说我要雇杀手来杀掉你。塔拉决定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是怎么回答他呢？母亲说，肖恩不是那个意思，不管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多钱。你的眼镜都快掉下来了是吧？母亲认为肖恩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没有钱雇杀手，这不是重点，对吧？然后他的父亲呢？塔拉的父亲说，证据呢？你有没有把通话录下来？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这一切都让塔拉无法承受，就像我们听起来都觉得难以接受。他一度精神上有点崩溃，患上心理疾病，需要看医生。在很多个夜晚头痛难忍，他梦游到牛津街的中央，大喊大叫，他快疯了，对吧？在那之后，父母并没有改变。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给塔拉发来一个邮件，说我们要来看看你，然后要给你一个礼物。接着塔拉就弄明白了，这是个什么样的礼物呢？父亲要来拯救塔拉，因为这个女儿被魔鬼附身了。父亲是摩门教徒嘛，在他们的这个教会中有一个仪式，就一个人一旦是被魔鬼附身，他会变成魔鬼的同伙，所以呢，我们要给他来一个清理仪式。如果塔拉值得赐福，他接受这件事儿，那么父亲会把手放在他的头上，然后逼迫他说出很多屈辱的话，然后逼迫他说自己有多么的不受欢迎，要改邪归正，这样才能够把恶魔驱赶出去。所以塔拉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屈服，不断的屈服，放弃所有的尊严和抵抗。那整个过程，父亲说很快的，5分钟。面对父亲的要求，塔拉听见自己的声音，他说不。哎呀，我们都好紧张，对吧？我们都觉得你千万不能同意啊，否则你就又回到原来那个噩梦般的童年里去了，你此生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了。对，这就是教育带给塔拉的信念感。即便在最脆弱的时候，他也可以相信，如果现在让步，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生活，他将会终生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这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
他终于明白了，父亲想从自己身上驱除的不是恶魔，不是那些所有的人强加给他的那个信念，说你是一个恶魔。那么他想要驱逐的是什么呢？是自我。塔拉终于从废墟里，从垃圾场里长出了自己，可是这个自己被他的父亲看作恶魔。哎呀，就这一段看得我突然非常的感动哈。我觉得塔拉终于成为了她自己，一个女子从精神的奴役中，从原生家庭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像鸟一样飞往了她的大山。那么接下来塔拉和她的家庭关系会何去何从呢？塔拉最终意识到自己和原生家庭无法共存。很多人都会说，哇，那就一刀两断哦。比如说，那是一个渣男，你就跟他分手。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当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毕竟是他的父母，他要面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具体而复杂的。王尔德原来讲过一句话，说孩子们最初爱他们的父母，长大一点，他们评判父母，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原谅父母。塔拉怎么做呢？他没有原谅父母。如果你经历过原生家庭的伤害，如果你没有办法原谅，那么不和解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做到一点，就是放过自己。我们要允许伤害的存在，同时也要知道，即便存在伤害，我们也拥有选择的自由。接纳原生家庭中已经发生的痛苦，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们得认账，这是人生中的一部分。但是接下来我们不能躺在那个泥潭中不起来，得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得让自己成为想要的那个样子，这才是最大的治愈。塔拉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不再见父母，他也不再回到巴克峰去。他终于意识到，只有和原生家庭分离，才能给自己带来心灵的平静。哪怕这种分离要经历很多年，被所有人指责，但是这个平静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他做出了决定：第一，不再为自己脱离家庭而产生更深的负罪感。对，有的人会说，哇，你是个白眼狼啊，然后你就对不起父母，他们已经老了，你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不要有这种负罪感。第二，他不再为父亲考虑，因为这让他觉得痛苦。第三，他不再为过去耿耿于怀。塔拉这个决定是对的吗？不能用对错来评价，因为这就是他爱家人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塔拉做出的抉择，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和原生家庭搏斗了20多年，他对爱的认识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煤气灯操纵？对，有一点点心理学常识的都知道，它指的是一种情感控制。那个操纵者就会让你怀疑你自己，怀疑你对现实的认知。比如你说，哎呀，天冷了，我要穿衣服的，他会告诉你说，怎么会冷呢？每个人都不冷。你说，哎呀，爱就是对我好，他一耳光扇在你脸上，说这才叫爱，你懂吗？所以你会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你会变得很脆弱，而且很困惑。你说他打我真的是对的吗？然后那个人就会告诉你说，对呀，我是为你好才打你啊，否则别人就会拿刀来杀了你。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身边这样的事儿？那些遭遇家暴的人，那些遭遇渣男 PUA 的人，那些在杀猪盘里面被控制的人，那个因为遭遇到煤气灯操纵，从楼上一跃而下的高等学府的女子，都是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消息。塔拉也有这样的遭遇，可是终于到了这一天，面对父母兄弟的伤害，他尽管感到伤心、愤怒，但是他知道你们是不对的。在此之前，他总是被亲人们、
被身边的这些挚爱以爱的名义迷惑，所以会一次又一次的忽略他们的暴行，忽略他们鄙视自己的实质，因为他太渴望爱了。在那个封闭的环境中长大，家人就是他的一切嘛，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些人，所以他需要这些人认可。可是哥哥把他的头按到马桶里说，这样我们才是亲密的，他就会认为说，哦，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好，可能是我自己的误会，这样对我是应该的。这就叫煤气灯操纵。所以煤气灯的那个操纵者就会利用你的脆弱，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自己，怀疑自己不配得到爱。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好在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这才是煤气灯操纵的本质。就像跳舞探戈，对吧？一个进一个要退的，可是如果你不退，这个舞步就无法继续。所以特别重要的是，当你处在操纵当中，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不可以让步，不可以屈服，这就是塔拉做到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有权享受爱，享受美好的生活，他知道什么叫做温暖，什么才是他想要的感情，所以他能够明确地要求煤气灯操纵者，你要善待我，否则我就离开你。如果能够以退为进，看清现实，拒绝煤气灯操纵者的那种批评、苛刻以及扭曲你的感情，你不对他让步，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正常的感情。所以塔拉在采访中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当我们试图以爱的名义控制和改变他人，那爱就变味儿了，这不是爱的真谛。如果你爱别人，就应该无条件的爱，让你所爱的人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所以塔拉对他的家人说，这句话很重要啊，我现在依然很爱他们，尽管一半家人已经跟我断绝往来，但是我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如果你们不改变，就不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生命中。但这些家人是否会改变呢？那就不是塔拉能够控制的。在漫长的时光中，塔拉都避免和他的家人发生接触，直到有一次发生了爆炸，塔拉的父亲险些丧生。他回到家里，然后他看到母亲怎么样治疗父亲呢？他用那个刮刀把父亲身上烧焦的皮肉一刀一刀的刮掉。天哪，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塔拉，对吧？记忆中那个暴力的蛮横的父亲奄奄一息，可是他也被暴力和蛮横的对待，没有人能够幸免。面临着生离死别，塔拉的内心变得有一点点柔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他和哥哥姐姐彻夜长谈，一点一点回忆童年里面曾经有过的美好的片段和家人之间温暖的亲情。他和自己的母亲交谈，去真正的了解他的父亲，去体会母亲内心的感受。这种一次一次的谈话让塔拉解开了最重要的心结，他不再逃避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也不再冷漠地把他们冻起来，不去正视它。接下来变化就更大了，他试图帮助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点一点的回归到正常的情感互动中。她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回家，把父母介绍给他认识，还当着男朋友的面回到那个垃圾场，去重复他童年时候经历的那一切。塔拉真正放下了自己的面子，她不再是那个飞出大山就永远不再回来的鸟，她也不再是那个只生活在剑桥
闪闪发光的学者，好像完全没有过去。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他终于开始尝试着一步一步的和家人和解，一步一步的回头看自己的大山、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过去。那父亲老了，他也经历了更多。渐渐的，他有一些改变，不再固执，开始接受塔拉，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塔拉的一家人慢慢的在缓解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再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塔拉就对着媒体说：“我属于那座山，对，巴克峰，他塑造了我。”那这句话是塔拉对自己的童年最为真诚的态度。后来塔拉在跟奥普拉的一个访谈中就讲说，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却依然庆幸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中。这段话非常打动我啊，所以我会重复：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对，你不属于过去，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却仍然庆幸他已不在你的生命中。对，你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塔拉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他的家庭故事和他的教育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个人如何改变。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教育，就会说哇，教室、考试和作业，还有学校，但学校不是教育。在塔拉看来，学校只是教育的工具。那获得证书，或者是获得一个谋生的手段，它也不是教育。塔拉会告诉我们，教育意味着什么呢？蜕变、重塑，意味着给你的心灵插上翅膀，让你像鸟飞往自己的圣殿。塔拉可以做到，同样希望他给所有的人插上翅膀，每一个人都可以像鸟飞往自己想要的那座山。